当时间的巨轮无情地碾过，我们终于站在了2025年的尾声。回望这充满动荡与考验的一年，许多人的心中或许只剩下疲惫与茫然。这一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绝非一段轻松的旅程，它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无情地冲刷着我们曾经以为坚固的生活堡垒，让我们在无数个深夜里辗转反侧，质问着未来的方向。我们被迫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社会变迁以及个人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这些外在的混乱像是一双无形的大手，试图将我们推向焦虑的深渊，让我们感到窒息与无助。回想起年初时我们许下的那些宏愿，如今看来，有多少已经在现实的重压下化为泡影，又有多少转变成了我们始料未及的模样。2025年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或许就是承认我们的脆弱与渺小。在这个庞大而复杂的世界机器面前，个人的力量有时显得微不足道。然而，正是这种无力感，成为了我们通往智慧的起点。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无法掌控风向时，我们才会开始学习如何调整手中的帆。这正是斯多葛哲学在2000多年前就试图告诉我们的真理。而在这一年，我们用亲身经历深刻地验证了它。这一年的每一场危机，其实都是对我们灵魂的一次淬炼。虽然过程痛苦，但它剥去了我们身上那些虚荣与浮躁的外壳，迫使我们直面内心最真实的恐惧。我们习惯了向外寻求安全感，试图用财富、地位或是他人的认可来填补内心的空洞。但2025年的动荡无情地打破了这些幻象，让我们明白外在的一切皆是流动且不可靠的。当潮水退去，真正能够支撑我们站立不倒的，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也不是社交媒体上的光鲜亮丽，而是我们内心深处那份不动如山的宁静与韧性。这种在压力下被迫生长出来的韧性，并非天生就有，而是在一次次失望与挫折中慢慢磨练出来的。就像古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在战火纷飞的边境写下《沉思录》一样，他在面对瘟疫、叛乱与死亡时，并没有选择逃避或崩溃，而是选择了向内关照，寻找那份属于理性的光芒。这正是我们这一年所经历的缩影。我们虽然没有身处古代的战场，但我们每天都在与焦虑、压力和不确定性的现代战场上厮杀。这场心灵的战争同样残酷，也同样需要伟大的勇气来面对。或许你现在依然感到迷茫，觉得这一年的苦难似乎毫无意义，只留下了满身的伤痕与遗憾。但请不要急着下定论，因为伤痕正是战士的勋章。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塞内卡曾说过，没有人比那些从未经历过逆境的人更不幸，因为他们失去了考验自己的机会。而2025年给予我们的正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沉重的，却又无比珍贵的考验机会。我们被迫去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我们可以放弃的。这种价值观的重塑，往往只有在极端的压力下才会发生，它是痛苦的礼物。在这一年里，我们学会了区分什么是想要与什么是需要。当资源变得紧缺，当机会变得渺茫，我们才惊觉过去的我们是多么的贪婪与不知足。这种被迫的极简主义，虽然在开始时让我们感到不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心灵的解脱，让我们从无止境的欲望跑步机上停了下来。我们开始珍惜那些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比如一杯热茶的温度，一次真诚的对话，或是家人平安的笑容。这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瞬间，在2025年的背景下显得格外耀眼与珍贵。然而，仅仅是忍受痛苦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只是被动地承受打击，那么苦难就仅仅是苦难，而不会转化为智慧。这正是我们制作这支影片的目的所在。我们不希望你带着怨恨与恐惧走出2025年，我们希望引导你运用斯多葛哲学的视角，将这一年所有的跌宕起伏转化为滋养灵魂的养分。我们要像炼金术士一样，将铅一般的沉重现实提炼成金一般的哲学智慧，让你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面对何种风浪，都能拥有一颗不可战胜的心。接下来的内容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一场关于如何重塑自我的深度对话。我们将剖析那些在2025年最让我们痛苦的时刻，并用古代圣贤的智慧之光照亮他们。你会发现，
原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焦虑与挣扎，千百年前的人类早已经历过，并且留下了详尽的解药与地图。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是人类漫长历史中追求智慧与宁静的队伍中的一员。这份归属感将赋予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让我们不再是自己为受害者，而是生命的学生。请准备好你的心，深呼吸，暂时放下手边的琐事与杂念，跟随我们的引导，进入这座由理性与勇气构筑的内在城堡。我们将一步步拆解那些困扰你的情绪，将混乱归于秩序，将恐惧转化为行动的动力。这不仅是对2025年的总结，更是为即将到来的2026年打下的最坚实的地基。因为只有深刻理解了过去的教训，我们才能真正自由地迈向未来，不再被过去的阴影所束缚，而是带着智慧的光芒照亮前方的道路。让我们一起开始这趟心灵的旅程，去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征服自己；去重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控制，不是控制外物，而是控制心智。2025年虽然艰难，但它也是一块试金石，试出了我们的底色，也磨亮了我们的灵魂。现在就让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看看这一年到底在那里留下了什么样的宝藏。这不仅仅是关于生存的故事，这是关于如何在废墟中重建精神家园的宏大叙事，而你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2025年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让我们痛苦地意识到，试图掌控不可控之事是多么愚蠢且自我毁灭的行为。我们在这一整年中耗费了无数的心力去担忧宏观经济的走势，担忧行业的变革，担忧他人的眼光，结果除了让自己身心俱疲之外，现实的轨迹并没有因此改变分毫。斯多葛哲学的核心基石控制二分法，在这个动荡的年份里显得尤为振聋发聩。艾比克泰德早在2000年前就警告过我们，世上只有两类事，一类是我们能控制的，一类是我们不能控制的，而我们的痛苦往往源于混淆了这两者的界限。让我们诚实地检视过去的这一年，那些让你深夜惊醒的焦虑，有多少是属于你能完全掌控的范畴？事实上，你的财富、你的健康状况、你的名声，乃至你的职业前景，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外部因素，属于身外之物。当我们把幸福寄托在这些易碎且不由自主的事物上时，我们就像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搭建房屋，任何一场风暴都能轻易摧毁我们的安宁。2025年的动荡并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要唤醒我们，让我们明白唯有自己的信念、行动和价值判断才是我们真正的领地，才是我们应当死守的堡垒。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逃避，相反，这是一种极致的专注与强大的行动哲学。就像古罗马的射箭手，他能控制的是拉弓的姿势、瞄准的专注以及放箭的时机，但一旦箭矢离弦，风向与目标的移动便不再是他能左右的。在2025年，许多人之所以感到崩溃，是因为他们不仅想要射出完美的箭，还妄图控制风向，结果在不可控的变数面前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我们学到的第一课就是像斯多葛主义者那样，只关注拉弓的过程，而对中靶的结果保持一种超然的淡漠，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为了将这种智慧转化为行动，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实践控制清单的练习，这是我们从混乱中夺回主动权的第一步。当你感到焦虑来袭时，拿出一张纸，将你的烦恼写下来，然后冷酷地将它们分类。这是我能控制的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就请你在心里画上一条删除线，并告诉自己，这与我无关。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却能产生巨大的心理能量。它能将你从无效的担忧中解放出来，将宝贵的精力聚焦在那些你真正能改变的微小行动上，比如提升一个具体的技能，或是改善与家人的沟通方式。当我们学会了区分控制权之后，斯多葛哲学在2025年教会我们的第二个关键概念便是认知的艺术，即艾比克泰德所说的，人不是被事物本身困扰，而是被对事物的看法所困扰。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客观上的坏事，比如裁员、通货膨胀或是计划的失败，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会发现真正伤害我们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附加在事件上的灾难性解读。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擅长编造悲剧的剧作家，他喜欢将一个暂时的挫折演绎成永久的失败，
将一次拒绝解读为对自我价值的全面否定。试着回想你在2025年经历的一次重大挫折，当时你或许觉得天都要塌了，但现在回头看，那件事本身真的有那么恐怖吗？还是你当时的恐惧和想象放大了它的威胁？马可·奥里略曾教导我们要剥去事物的表象，看到它们原本的样子。当我们失去工作时，客观事实仅仅是劳动合约终止，而我是一个失败者，或我的未来毁了，则是我们添加上去的毫无必要的主观判断。这种将客观事实与主观评价剥离的能力，是我们在充满噪音的现代社会中保持清醒的终极武器。这种认知的重构要求我们时刻保持警惕，像一名守门人一样守护自己的心智，不让任何未经审查的负面印象进入我们的内心城堡。在2025年，社交媒体和新闻资讯不断地轰炸我们的情绪，试图激起我们的愤怒与恐慌。如果我们不加分辨地接受这些信息，我们就会成为情绪的奴隶。斯多葛哲学教导我们，在受到外界刺激和产生反应之间，存在着一个微小的空间，那个空间就是我们的选择权。我们有能力选择不对某件事感到愤怒，也有能力选择不把某个困难视为灾难。这种暂停的艺术是我们在压力下生存的关键技巧。当坏消息传来，不要急着做出反应，不要急着认同那种本能的恐慌感，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印象，它不一定是真相。给自己一点时间，让理性重新掌舵。你会发现，绝大多数让我们抓狂的事情，在冷静的审视下，都会显得不再那么面目可憎。这种心理上的缓冲区，能够有效地阻断焦虑的螺旋式上升，让我们在混乱中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冷静。彷佛我们是站在岸边看着河流奔腾，而不是在河水中随波逐流。2025年还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语言对思维的塑造作用。我们如何描述自己的处境，决定了我们如何感受它。如果你整天对自己说，这一年糟透了，我受不了了，那么你的身体和情绪就会真的进入崩溃的状态。相反，如果你能像斯多葛主义者那样说，这是一个考验，这是我练习耐心的机会，那么同样的处境就会变成成长的契机。这不是自欺欺人，这是一种主动的认知引导，是利用理性的力量去重新定义现实，将绊脚石转化为垫脚石的高超智慧。我们必须学会用一种客观且去情绪化的语言来描述我们的生活，这就像医生在写病历一样，只记录症状而不掺杂情感色彩。例如，不要说那个人无理地羞辱了我，而要说那个人说了一些我不认同的话。不要说市场崩溃了，我们要完了，而要说市场指数下降了 20%， 我们需要调整策略。这种语言上的微调能够极大地降低我们的情绪波动，让我们能够把能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而不是消耗在无用的情绪发泄上。这是2025年给予我们的硬核生存技能。此外，这种认知的转变还包括了对失败的重新定义。在斯多葛哲学中，唯一的失败就是品德的堕落和理性的丧失。至于外在目标的未达成，那不过是命运的安排。2025年，或许你在事业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如果你在过程中保持了正直、勤奋和勇气，那么在斯多葛的标准下，你就是成功的。这种内在价值体系的建立，让我们能够在充满功利主义的世界中找到一块安身立命的净土，不再被世俗的成败标准所绑架，从而获得真正的内心安宁。我们在2025年经历的痛苦，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太过于把自己当回事，太过于执着于我的得失。斯多葛哲学提醒我们，试着将镜头拉远，从一个更宏大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遭遇，把自己看作是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当我们不再把自己视为宇宙的中心，不再认为世界应该围绕着我们的意愿转动时，那种为什么偏偏是我的怨恨感就会烟消云散。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所经历的困难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是生命之紧终不可或缺的深色线条。这两个强大的工具控制二分法与认知的重构，就像是斯多葛哲学赐予我们的剑与盾。控制二分法是我们的盾，它帮我们挡住了所有来自不可控外部世界的无效攻击，让我们不再为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流血。而认知的重构则是我们的剑，它帮我们斩断了内心滋生的恐惧与妄念，让我们能够看清事物的本质。在2025年的战场上，
正是这两件武器支撑着我们走到了今天，而在未来，它们将被磨练得更加锋利。现在，请你在心里默念一遍：有些事取决于我，有些事不取决于我。不是事情本身伤害我，而是我对事情的看法伤害我。这两句话虽然简短，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更深层次的斯多葛技巧，不仅仅是防御痛苦，而是主动地拥抱命运，将2025年的所有遗憾转化为对生命最热烈的爱。这一段旅程还未结束，我们刚刚清理了战场上的杂草，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播种。我们要学习如何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如何在变动中找到恒长。这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深入斯多葛哲学的精髓。准备好，我们即将进入更深层次的思维训练，去触碰那些能够真正改变我们生命质量的核心智慧，让2025年的苦难彻底成为我们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如果说控制二分法是我们的盾，认知重构是我们的剑，那么斯多葛哲学在2025年教会我们的最高阶心法便是命运之爱。这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而是要热烈地爱上它，拥抱它，认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德国哲学家尼采虽然不是斯多葛学派，但他完美地总结了这一斯多葛精神：不要寻求现实与你的期望相符，而要寻求现实如其所示的发生。在2025年，当我们的计划被彻底打乱，当我们被迫走上一条未曾设想的道路时，我们实际上获得了一个重生的机会，一个证明我们能够利用任何素材来塑造卓越品格的机会。想象一下熊熊燃烧的烈火，正如马可·奥里略所描述的那样，无论你往火里扔进什么，是前造的木头还是潮湿的垃圾，烈火都能将其吞噬，转化为火焰和光芒。2025年扔给我们的那些垃圾、失业的通知、健康的警讯、投资的亏损，对于一个未经训练的心灵来说是令人窒息的重担，但对于一个拥有命运之爱精神的人来说，这正是燃烧生命的燃料。我们在这一年的经历证明了，那些曾经看似毁灭性的打击，往往在事后被证明是生命转折的关键点。它迫使我们离开舒适区，去探索那些我们原本不敢触碰的潜能。让我们将目光投向2025年最具代表性的挑战——人工智慧与技术变革带来的职业危机。这一年，无数人面临着岗位被取代的恐慌，这无疑是痛苦的。但请试着用斯多葛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危机。如果你失去了工作，这当然是一个客观的困境，但同时，这也是命运再粗暴地将你从一个或许早已不再让你成长的环境中推出来。它强迫你去重新评估自己的价值，去学习新的技能，去思考你真正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那些能够拥抱这一变化，而不是沉溺于受害者心态的人，往往在废墟中发现了更广阔的天地，将危机转化为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曲线。这种转化并非易事，它需要我们在此时此地引入另一个强大的斯多葛工具：障碍就是道路。这句源自马可·奥里略的名言，在2025年成为了无数人的座右铭。阻碍行动的事物会推动行动，挡在路上的障碍会成为道路本身。当我们在2025年遇到财务吃紧这个障碍时，它实际上是在指引我们走向一条名为节制与财务纪律的道路。当我们遇到孤独这个障碍时，它是在指引我们走向一条名为自省与独处能力的道路。这一年，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白白发生的，每一块绊脚石，只要我们愿意踩上去，都能成为垫高我们视野的台阶。除了应对突发的灾难，斯多葛哲学还教导我们如何通过预演不幸来为未来构筑防线。回想2025年年初，我们之所以会感到如此震惊和受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过于乐观的假设生活会一直平稳下去。我们想当然地认为薪水会照发，身体会健康，世界会和平。这种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正是我们脆弱的根源。塞内卡曾警告说，未经预料的打击最为沉重。如果我们在年初就曾设想过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那么当风暴真正来临时，我们就不会惊慌失措，因为我们早在心灵的演练场上与之交过手了。预演不幸并不是要我们变成悲观主义者，
整天生活在恐惧中。相反，它是一种增强心理免疫力的疫苗。每天早晨花几分钟时间告诉自己，今天我可能会遇到无理的人，我的计划可能会失败，我珍视的东西可能会丢失。当我们提前与这些可能性和解，我们就剥夺了命运突袭我们的能力。在2025年的下半年，那些开始实践这一技巧的人发现，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得灰暗，反而变得更加从容，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最坏的结果，所以现实中发生的任何一点好事都成了值得庆祝的意外之喜。这种心态的转变是巨大的解脱。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学会使用有保留条款来制定我们的计划，这是斯多葛主义者处理不确定性的核心技术。在2025年，许多人痛苦的根源在于执着于特定的结果。我今年必须升职，我一定要买那栋房子。当现实与这种绝对化的执念相冲撞时，痛苦便产生了。斯多葛学派建议我们在所有的意图后面加上一句：如果命运允许的话。这不是缺乏自信，而是对现实的谦卑。我会尽全力去争取升职，如果命运允许的话。我会努力经营这段关系，如果没有不可抗力阻挡的话。这个微小的思维补丁能够在我们的期望与残酷的现实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当事情没有按照计划进行时，正如2025年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们不会感到被背叛，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承认了变数的存在。这让我们能够迅速从失望中恢复过来，将精力转向新的方向，而不是在破碎的计划面前哭泣。在充满黑天鹅事件的2025年，这种灵活性不仅仅是一种优势，它简直就是一种生存必需品。它让我们像水一样，虽然柔软，却能绕过任何岩石，继续奔流向前。此外，2025年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了希望这个词的危险性。在斯多葛哲学中，希望往往与恐惧是双胞胎，因为他们都将我们的心智投射到了不可控的未来。塞内卡引用赫卡托的话说，如果你想停止恐惧，就请停止希望。这听起来似乎很反直觉，但在这动荡的一年里，我们发现过度的希望往往带来的是焦虑的等待。我们总是想着等2025年过去就好了，等经济好转就好了，这种等待耗尽了我们当下的力量。斯多葛主义者不寄希望于未来，他们聚焦于当下的行动，他们不等待暴风雨过去，而是在雨中起舞。我们在这一年学到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关于同理心与共同体。虽然斯多葛哲学强调个人的内在修炼，但它绝不是冷漠的利己主义。2025年的全球性挑战让我们意识到，人类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就像身体上的手和脚一样，必须相互配合才能生存。当我们看到身边的人也在受苦，我们的痛苦并没有因此消失，但它变得可以忍受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马可·奥里略时刻提醒自己是宇宙公民的一员，这种宏大的归属感在孤立无援的时刻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安慰。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摩擦时，2025年教会了我们像岩石一样面对海浪。这一年，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冲突一触即发，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职场之上。斯多葛哲学告诉我们，对于他人的恶意或情绪失控，最好的回应不是反击，而是保持我们自己的本性不变。就像马可·奥里略所说，难道因为祖母绿没有被人赞赏，它就失去了光泽吗？无论外界如何对待我们，无论他人如何误解或攻击，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正直与善良，我们的价值就不会有丝毫减损。我们还学会了珍惜时间的真正价值，这或许是2025年最昂贵的一课。在这一年里，我们目睹了太多的无常，明白生命随时可能戛然而止。塞内卡在《论生命之短暂》中批评人们挥霍时间如同挥霍免费的资源，但在2025年，我们终于懂得了时间是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财富。我们开始拒绝那些无意义的社交，退订那些只会制造焦虑的资讯流，将时间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阅读一本好书，陪伴家人，锻炼身体，磨练技艺。这种对时间的吝啬，恰恰是对生命的慷慨。回顾这一切，我们发现2025年虽然剥夺了我们很多外在的安全感，却强迫我们在内心建立了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这座堡垒由理性的判断、对命运的热爱以及时刻准备行动的意志力所构筑。
外面的世界依然在动荡。2026年的太阳升起时，或许依然伴随着风雨，但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在风雨中瑟瑟发抖的孩子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将毒药转化为药引的技术，我们已经学会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此刻，你是否感觉到内心有一种力量在苏醒？那不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一种深沉的、经过烈火淬炼的自信。你知道，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你都有能力应对，因为你已经拥有了整套斯多葛的心灵工具箱。你不再祈求生活变容易，你只求自己变强大。这种转变就是2025年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它比任何财富都更值得我们珍藏。但在我们结束这段旅程之前，还有一块最重要的拼图需要拼上，那就是如何站在宇宙的视角去看待我们这短暂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及如何用死亡这个终极参照物来校准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接下来的最后一章，我们将一起登上哲学的巅峰，去俯瞰这一年，甚至这一生。准备好，这将是我们思维升华的最终时刻。当我们试图从这一年繁杂的细节中抽身而出时，斯多葛哲学邀请我们进行一项名为高空视角的终极冥想。请闭上双眼，想象你的意识缓缓升空，离开你的房间，离开这座城市，直到你看见整个地球悬浮在浩瀚的宇宙之中。从这个视角俯瞰，我们在2025年所经历的一切焦虑、争吵与挣扎，都变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微点。马可·奥里略经常这样做，借此提醒自己，亚洲不过是宇宙的一角，大海不过是水的一滴，而当下这一刻不过是永恒时间中的一个瞬息。这种宏大的宇宙视角并不是要让我们感到绝望，而是要将我们从自我中心的牢笼中释放出来，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曾经让我们彻夜难眠的琐事，在宏伟的自然秩序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这一年让我们感到痛苦，是因为我们把瞬间当作了永恒，把局部的挫折当作了全部的命运。然而，站在时间的长河边，我们会发现2025年只不过是无数个世纪中的一朵浪花，它终将褪去，就像之前的每一年一样。这种时间的透视感给予了我们一种深沉的平静，让我们明白，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也没有什么能够永久存续的悲伤。我们只是浩瀚宇宙中暂时的过客。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抵抗宇宙的运行法则，而是去扮演好分配给我们的角色。这种顺应自然的态度，让我们不再与现实对抗，而是学会了像星辰一样，虽在轨道上运行，却内心寂静无声。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斯多葛哲学向我们抛出了最锋利的问题：既然生命如此短暂且渺小，我们该如何度过余下的时光？这引出了那句最著名的拉丁箴言：时刻铭记死亡。2025年的动荡或许夺走了我们的一些安稳，但它也无情地提醒了我们生命的脆弱性。我们亲眼目睹了意外的发生，健康的崩塌，这些不再是哲学书上的概念，而是发生在身边的现实。死亡并不是遥远的终点，它是时刻伴随我们的影子，它让一切虚伪和拖延都无所遁形。如果2025年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年，我们还会为那些琐碎的小事生气吗？我们还会把时间浪费在讨好不重要的人身上吗？塞内卡曾有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观点：我们并不是拥有一段短暂的生命，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他提醒我们，死亡并不是在未来等着我们，而是过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已经属于死亡。2025年已经死去了，它永远不会再回来，这是一个严肃的事实。许多人活得好像他们永远不会死一样，挥霍着现在去担忧未来，结果既失去了现在，也未必拥有了未来。斯多葛主义者从不说我以后会做，他们只说我现在就做。这种紧迫感不是焦虑，而是一种对生命极致的尊重。它驱使我们在每一天结束时都能坦然地说我已经活过了。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终点的存在，我们才学会了如何正确地去爱。艾比克泰德曾给出过一个看似冷酷却深情的建议：当你亲吻你的孩子或伴侣时，要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一具必死的躯体。这并不是诅咒，而是一种深刻的珍惜。在2025年，当我们拥抱家人的时候，我们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受到这种温度的珍贵，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切随时可能被收回。这种带有丧失感的爱才是最纯粹、最热烈的爱，
他剔除了所有的敷衍与漫不经心，让我们在每一次相聚时都全情投入，彷佛那是最后一次。现在，让我们将这些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来，看看我们究竟在2025年的废墟上建造了什么。我们用控制2分法划清了责任的边界，不再为风向而烦恼，只专注于掌舵。我们用认知重构过滤了恐惧的杂音，学会了在混乱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用命运之爱拥抱了所有的挫折，将绊脚石变成了垫脚石。最后，我们用铭记死亡校准了人生的指南针，找回了生活的重心。这不是一套用来逃避现实的理论，这是一套战士的盔甲，是你我在这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中生存并繁荣的终极武器。经过这1年的洗礼，你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脆弱的你了。看看你的双手，或许上面布满了生活的茧，但那正是你力量的证明。斯多葛哲学告诉我们，伤疤是灵魂的勋章，它标志着你曾经与命运搏斗并幸存下来。不要为2025年的苦难感到羞耻，要为你能够承受它并从中汲取智慧而感到自豪。你已经建立了一座属于你的内在城堡，在那里，理性的火种永不熄灭。无论外界的暴风雨如何肆虐，你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片宁静的避风港，那是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自由。站在通往2026年的门槛上，我们不需要虚假的希望，也不需要盲目的乐观。我们不需要祈祷明年会风调雨顺，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不可控的。相反，我们带着一种冷静的自信迈步向前，就像决斗士走进竞技场一样。我们对未来宣告，无论你带来什么，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准备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我们会像老朋友一样迎接它，并再次将其转化为力量。我们已经掌握了点石成金的哲学炼金术，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这场心灵的重建工程需要我们每天持续的维护。哲学不是你在影片里听到的漂亮话，而是你每天早晨醒来时的选择，是你面对困难时的第一反应。马可·奥里略即使在行军打仗的帐篷里，也坚持每天写日记与自己对话，因为他知道灵魂如果不常擦拭，就会蒙上尘埃。因此，在影片结束之前，我想邀请你进行一个具体的仪式，这将是你告别2025年，开启2026年的关键一步。让这份智慧不仅停留在脑海，更落实在笔尖与行动之中。今晚，请拿出你的日记本或者一张前进的纸，进行一次斯多葛年度回顾。画2列，左边写下2025年让我痛苦但不可控的事，右边写下在这件事中我能控制的反应。看着左边的列表，在心里对他们说一声再见，然后将它们划掉。看着右边的列表，圈出你做得好的地方，以此作为你2026年的行动基石。这简单的动作将帮助你彻底放下过去的包袱，轻装上阵。此外，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声音，这不仅仅是为了互动，更是为了建立一个追求智慧的共同体。请写下2025年教会我的一条斯多葛教训是，分享你的感悟，或许你的这句话能成为另一个正在黑暗中挣扎的人的一盏明灯。我们是一起行走在智慧之路上的旅伴，在这个浮躁的互联网世界里，我们彼此支撑，共同构建一个理性与勇气的避难所。如果你希望在2026年继续打磨你的灵魂，让这份坚韧成为你性格的底色，请务必订阅这个频道，并点亮那个代表警觉的小铃铛。我们不贩卖焦虑，我们只分享历经千年考验的智慧解药。每一周，我们都会深入探讨如何将古老的斯多葛哲学应用于现代生活的具体挑战中。这是一场关于自我超越的漫长马拉松。我们希望你能加入这支队伍，不要让自己在平庸与焦虑中随波逐流。最后，请记住塞内卡的那句话，只要你还活着，就一直在学习如何生活。2025年只是课程的一章，它或许艰深晦涩，但它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学生。现在翻过这一页吧，2026年的白纸已经铺开，笔就在你的手中。不要等待完美的开局，不要等待情绪的到来，现在就开始书写，用你的行动去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斯多葛精神。障碍就是道路，让我们在下一支影片中再见，愿理性与你同在。